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22号，早上起来利润是又在回撤，包括狗狗币前面开的2笔多单，现在也是平仓掉了。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下，利用这张图片，再配合这个派指标，以及比特币在历史上底部突破，一般都是会重新回踩，像这种位置就是重新回踩底部突破颈线的买点。那这一次前面2天也是跟大家判断，不排除真的会再回踩这个大头肩底的颈线，下一步的买点有可能就是在这个 25.5K。 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就几天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周线是有一个12345，我担心的是有可能真的31K 就要开始走 ABC， 然后这几天也是跟大家讲，计划 25K 再去做多。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比特币整个日线的形态先看一下就这个矩形箱体箱体昨天是继续把前面4个小时给的一笔程序的多单，在这个位置，后面是有一波拉升到3万或者是3万1，但是昨天是把这个支撑都给破了。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矩形的一半都破就在等了，因为历史的经验，像这种矩形整理到位以后，如果是上去挖坑，那你就不能再回到这个矩形，就是上一次跟大家讲的 28.8K 这一个矩形的高原位置可不能破，破的话有可能理论就是要回到这个矩形下沿。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种矩形，只是有时候不知道它主力到底是先往下挖坑，还是说先后面再往上挖坑。像前面的这一个底部的位置，主力是先往上挖坑，再往下挖坑，挖了2个坑，后面上去。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往上挖坑，看会不会再挖到这个位置，也就是前面几天有跟大家讲过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底部周线里面，它一般颈线突破，比如说19年的这个位置颈线突破，从来都没有回踩过这个颈线，都会重新挖坑，而且是利用黑天鹅事件再回到这一个颈线的位置来测这一个底部颈线突破的支撑。包括19年到20年的这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支撑的位置也是因为它18年的这一个整理区间有撑了一次，后面再反弹，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尽量观察，有可能就是压回重新再测试这一个 25.2K 或者 25.3K 的一个支撑位。而且这个位置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4个小时里面也有一些技术形态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比如说15年的点位也是一样周线里面它整理到位以后突破，会再回踩这个颈线的支撑，这种位置就是很重要的买点，或者是再突破也是在回踩，包括这个区间上升三角突破以后也是会再回踩，包括这个区间突破以后也是会再回踩，所以出牛的行情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纠结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2012年比特币底部起来之后，这边突破是不是有在回踩？就这2个周线的高点位置的颈线，这边是回踩，或者是后面这边整理到位以后突破，有没有再回踩？这2个上影线的整理区间，或者是这个高点的一个支撑。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派指标，派指标其实底部在历史上，它这个派指标周期也是非常的明显一般这一条红色的线使它这一条绿色线的时候，像这个位置18年的这个位置底部就是底部确认。然后15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就是这一条红色的线，它在死叉这一条绿色线周线里面只要死叉的这个位置底部就是底部，不过后面也是有挖一个坑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2022年这一个红色的这一条线死叉这一条绿色线的时候，其实底部也是底部在这个位置，不过后面它是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又挖了一个坑。那现在我的一个观点是，确定牛市就是在只是它整理的时间有可能会拉得很长。我们要参考一下派指标在历史上牛市周期，它这个红色的线重新金叉到这一条绿色线上方的时候，一般牛市就是确认，就是开启，只是它后面会洗盘，或者是会遇到这种黑天鹅事件，再重新压回这个颈线。那么可以看一下，现在是这边也是金叉，红色的线金叉，绿色的这一条线。那现在压回来，
一般历史上有压回这一个红色线的位置，也都是买点哦。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15年派指标，它在这个位置红色的线重新金叉这条绿色线以后，它起来以后有压回这种红色线的支撑位，或者是颈线的位置，或者是下次再上去再回撤这个位置，一般都是买点。因为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知识，就是目前整理时间可能要拉得很长啊，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它这一个金叉以后，比特币在19年或者20年的这整个区间，它是走了一个类似一个旗形的震荡。其实整个区间都是整理的时间拉得非常的长，因为19年这一波涨幅确实是过大。然后我这段时间是跟大家讲，其实这一波2022年底或者23年的这一波出牛的行情，就类似这一波或者是到这一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是怎么整理的。如果是像这一波，它压回来，或者这边压回来，压到这种颈线的，或者是这一个红色的派指标的位置，我们去留意一下买点，买完以后你就尽量给我耐心持有住。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因为我现在基本上还是满仓的结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是怎么震荡的，就是在这个位置横向很长一段时间，接近可能有几十周啊，几十周是不是5、6、7、8个月？反正自己去观察，像这种震荡。到时候要耐心持有，有可能这一波真的会整理的时间会拉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图片哦，也就是每一次比特币熊市结束以后，它第一波上涨的一个空间，我们去目测一下，只有19年的这一波空间。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从这个高点到这个$3000附近，它第一波上涨是直接涨到 0.618 的一个黄金比例。那这一波它现在是并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个人观点不会像19年的这么再大幅的一个升跌哦。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是会回踩这一个是不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位置，然后这边颈线会不会确认一下它的支撑。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15年那个位置也是一样，就是它从高点下来以后到15年的这个低点大约是在$160附近，后面第一波上涨是没有达到这个 0.38，它这边有一次回踩这个颈线，后面是不是再上去再回踩，横的时间是非常的长。所以这一次我个人观点不排除有可能回踩的一个位置买点，买完以后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要有耐心等待这种时间。我估计有没有可能在明年初会不会开启，或者是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因为都知道明年4月份是要产量减半啊，或者是明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产量减半之前比特币会怎么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目前的形态啊，因为这几天也是一直在判断，它下跌的重心如果要稳之前，必须要遇到多底啊。现在是每一根 K 线收盘的重心都在下移，不像上一次，比如说这种位置一根 K 线跌出来以后，它至少收盘是收在前一天收盘价的上方啊，或者是这一根下跌以后，收盘是直接收在前一天收盘价的上方。这种就类似一根多底拇指线的一种迹象，所以现在没有看到，没看到的话，我观点是我们先等吧。然后4个小时还有一个形态，就是这一次4个小时的 Vegas 这个144已经破了，我个人观点是下方还有一条，其实它现在还是在多方排列哦。下一次我们就尽量去观察4个小时里面这个 Vegas 576跟676的通道。这个位置价格也是在 25K 附近，所以我个人观点尽量等看真的有没有去 25K， 如果没有的话，那反正仓位还可以的情况下，我个人观点还是尽量给我报长线哦。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